钟会的10几万大军被姜维阻挡在剑阁关，寸步难行。正准备退兵之时，邓艾却提出了奇袭之策。那么，邓艾是如何通过700里无人区的？诸葛瞻率领数万人马，为何挡不住邓艾的区区万人？姜维大军毫无受损的情况下，刘禅为何要向邓艾投降呢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灭蜀之战下集。刘禅向邓艾投降。263年10月，姜维被钟会牵制在剑阁关，邓艾便准备沿着阴平古道突袭后方。同时，钟会派遣部将田章率军西进，配合邓艾。邓艾所走的阴平古道的起点是阴平郡的治所阴平县，即今天甘肃省文县的胡一坝。此路不仅高山险阻，而且人迹罕至，不适合大军通行。他们一路凿山开路，修栈架桥，越过荒无人烟的险域后，来到了摩天岭。摩天岭的北坡和西坡较为平缓，而南面则是悬崖峭壁，道路无法通行，大军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。就在这时，只见邓艾身先士卒，用毛毡裹住了身体之后，便滚下了山坡。见主帅都已经下去了，将士们只能跟着滚山而下。之后，大军继续出发，经过泾川县境内的唐家河后，来到了南面的洛伊沟。然后，他们向西行进，来到了马转关，翻山越岭之后，到达了今天平武县高孙乡境内的净军山。净军山往南便到达涪水，涪水是嘉陵江右岸最大的支流，发源于岷山主峰的雪宝顶，因流经涪城而得名涪水，即现在的涪江。邓艾率军顺着涪水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了江油关。至此，他们一共行进了265公里。由于当时以360步为1里，因此现在的1华里约等于三国时期的1.33里，全长便是705里，与《三国志》记载的700里基本相符。江油关位于今天平武县的南坝镇，四面环山，涪水从中流过，是与剑阁关相齐名的天险，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防御重镇。江油关分为北关和南关，涪水之上的明月渡将两关相连，也是附近唯一的渡口。此时驻守江油的蜀汉将领是马邈。邓艾到达江油关之前，钟会派遣的部将田章已经提前到达了江油附近。马邈得知后，立即派遣3000多人在半路伏击，结果被田章打败，只剩下数百人逃回了江油城。就在这时，邓艾如同天降神兵一般，突然出现在了江油。马邈自知不敌，只能献城投降。刘禅得知江油关失守的消息后，大为震惊，连忙派遣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为主将，率领着张飞的孙子张遵、黄权的儿子黄崇、李晖的侄子李求等人，督军数万，前去抵抗邓艾。此时，南中都霍邑请求率军北上支援，但刘禅认为诸葛瞻的军队数量远超邓艾，应该是万无一失的，于是就没有批准霍邑的请求，只是让严羽率领2万兵马从永安出发，前去支援。邓艾此时虽然成功地穿越了700里无人区，并且控制了江油关，但也已经是强弩之末了。而且既无援军，又无粮草，面对蜀汉数倍于自己的兵马，处境是非常危险的，一旦战败，便有全军覆没的风险。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诸葛瞻率领数万大军到达涪城之后，却止步不前了。黄权的儿子黄崇多次劝他应该迅速抢占险要地势，不能让敌人进入平原，可诸葛瞻犹豫不决，没有采纳他的意见。黄崇被气得失声痛哭，诸葛瞻依然不为所动。邓艾见状，立即率军出击，向蜀军的数千名前锋展开了激战，结果蜀军的前锋不敌，战败而逃。诸葛瞻得知后，并没有命令大军以绝对优势兵力剿灭邓艾，而是率领全军退往绵竹，将涪城拱手让给了邓艾。邓艾进驻涪城之后，获得了充足的补给，而且从此之后再无天险阻挡，成都就在眼前了。他派遣使者给诸葛瞻送信说，如果你愿意投降，我将立即上表封你为琅琊王。诸葛瞻大怒，立即斩杀了邓艾的使者，命令大军向魏军发起攻击。邓艾则命令自己的儿子邓忠从右边包抄，命令师纂率军从左路包抄。然而蜀军毕竟人多势众，邓忠和师纂抵抗不住，战败后退回涪城，对邓艾说道，蜀军人数众多，不可战胜。邓艾愤怒地对二人吼道，生死存亡之际就在今天，
哪有什么可与不可的？说完，便准备将二人斩首，最后告诉他们说，如果还想活命，只有将功补过这一条路可走。二人不得已，只能再次披甲上阵，率领属下的将士们拼死厮杀。蜀军终于不敌，开始溃败。可魏军此时已经杀红了眼，怎么可能放他们逃跑呢？最终，诸葛瞻以及属下的将领黄崇和张遵以及李求等人全部战死。诸葛瞻的长子诸葛尚叹息说：“我们父子享受的朝廷恩惠众多，却没有尽早斩除黄皓，以至于惨败，以后还有何面目继续苟活？”说完便冲入敌阵，被杀身亡。至此，守卫成都的最后一道防线彻底崩溃。消息传回成都，刘禅震惊不已，连忙召集群臣商议。有人认为蜀汉与东吴是盟友，因此应该立即投靠东吴。但光禄大夫乔州认为，大国吞并小国是客观规律，蜀汉不保之后，东吴也将被曹魏吞并，到时候陛下将要再次受辱，与其受辱2次，还不如直接投降曹魏。有人认为应该逃往南中避难，可乔州认为，如果投奔南中，就应该早做准备，现在大敌当前，人心浮动，恐怕出发之日就会发生不测之变。最终，刘禅采纳了乔州的建议，决定直接向邓艾投降。刘禅的第5个儿子刘慎请求死守成都，但刘禅不同意，刘慎便杀掉自己的妻儿后自杀而亡。接着，刘禅派遣驸马都尉邓良、张飞的次子张绍以及主张投降的乔州前去向邓艾请降。当他们走到洛县，即今天四川省广汉市的时候，迎面遇到了邓艾的大军，乔州便主动呈上喜寿和降书，请求投降。邓艾非常高兴，立即同意了他们的投降请求。之后，率军抵达成都城北。刘禅率领文武百官抬着棺材，将自己绑起来出城投降。邓艾亲自为他解开绳索，烧掉棺材，率军进入了成都城。至此，成都彻底沦陷。接着，刘禅派遣蒋显前往剑阁关，命令姜维立即向钟会投降。此时，姜维正在赶回成都的路上，他得知诸葛瞻兵败后，连忙率领将士们退往巴中，准备救援成都。钟会则趁机占据剑阁关，然后率军到达涪城。接着，他便派人分路追击姜维。当姜维走到蓟县，即今天四川省三台县七江镇的时候，遇到了蒋显，才得知刘禅已经投降，并且命令他立即投戈卸甲，向钟会投降。将士们得知后，纷纷拔起刀剑，挥砍石头，以发泄自己心头的愤怒和不甘。可是皇帝都已经投降了，再有不甘又有何用？姜维只能率领将士们向钟会投降。这一年，钟会39岁，姜维已经62岁了。所幸钟会非常欣赏姜维，与他出则同车，坐则同席，并对长史杜预说道：“姜伯约和中土名士相比，诸葛诞和夏侯玄都比不上他。”接着，钟会下令禁止将士们抢掠百姓，对蜀地的官员则礼贤下士，结交了蒋斌和蒋显等人，与姜维交谈甚欢。邓艾进入成都后，也约束部众，没有发生烧杀奸掠的事件，并且安抚百官，使他们赴任就业，受到了蜀人的拥护，一切都向好的方向发展着。那么，立下赫赫战功的钟会和邓艾为何没能善终，而且双双死于蜀地？姜维用了什么计谋，致使一计害三贤呢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